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是关于一位上海姑娘小文和她台湾老公阿仁的真实经历。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也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小文是我2年前牵线认识阿仁的，她是地道的上海姑娘，在上海一家金融公司担任高管，能力超强，颜值也是一流的那种。阿仁则是台湾台北人，在大陆做跨境电商已经7、8年了。两人经我介绍相识后，迅速坠入爱河，去年底就领证结婚了。婚后因为工作关系，小文一直留在上海，阿仁也主要在上海发展事业。但疫情结束后，阿仁特别想带新婚妻子回台湾见父母，顺便让小文体验一下台湾的生活。就这样，小文第一次踏上了台湾这片土地。哎呀，丽姐，你是不知道，那天我刚到桃园机场的时候就被惊到了。小文在视频电话里跟我分享她的台湾初体验，语气中充满惊讶。什么情况啊？是不是台湾比你想象的差啊？我好奇地问道，因为之前也听说过一些大陆游客去了台湾后有些失望的案例。不，恰恰相反，小文迫不及待地说，我觉得台湾给我的第一印象太好了，尤其是台北的捷运系统。简直让我大开眼界，听到这里我来了兴趣。上海的地铁系统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是相当先进的。小文在上海生活多年，竟然对台北捷运赞不绝口，这让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惊喜。你先别急着下结论，再多体验几天再说。我笑着对他说，毕竟上海地铁发展这么多年，规模那么大，设施也很现代化啊。丽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小文笑道，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我平时工作忙，在上海每天都要坐地铁，对上海地铁的印象就是快速高效现代化，但是说实话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冷漠。可是台北捷运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原来阿仁从桃园机场接到小文后，并没有直接打车回家，而是特意带他体验了台湾的捷运系统。台北捷运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整洁，简直干净的不可思议。小文激动地说，你敢相信吗？整个车厢地板干净的能直接坐下来，而且车厢里完全没有异味，每一个座位、扶手、玻璃窗都擦得一尘不染。我点点头表示理解。确实，台北捷运以其清洁度闻名，这是许多第一次到台湾的大陆游客都会注意到的特点。而且丽姐，你猜怎么着？在台北捷运里，所有人都自觉排队，没有人插队，也没有人高声喧哗，大家都自觉地站在黄线后面等车，上下车时也是先下后上，非常有秩序。小文继续分享道，即使是高峰期，车厢里也不会特别拥挤，大家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这确实很棒。我说，不过上海地铁现在秩序也挺好的吧？是的，上海地铁的秩序也在不断改善，但台北捷运的乘客素质真的很高。小文说，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台北捷运里几乎所有人都会主动给老人、孕妇和需要帮助的人让座，不需要广播提醒，这种自觉性真的很高。接着小文给我讲述了他在台北捷运上的一个小插曲。当天他们从桃园机场一路坐到台北市区，他因为长途飞行有些疲惫，一上车就闭目养神。没想到身边坐着的一位台湾阿姨主动问他是不是不舒服，还从包里拿出一包薄荷糖给他，说是可以提神醒脑。那一刻我真的有点感动，虽然只是个小细节，但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人情味。小文回忆道，眼里闪着光。但真正让小文大开眼界的是阿仁带他探索的台北捷运的隐藏服务。丽姐，你知道台北捷运里有哺乳室吗？而且不是随便设置的，是真的很人性化的那种。小文兴奋地说，阿仁特意带着小文参观了台北车站和忠孝复兴站的哺乳室。这些哺乳室不仅干净整洁，还配备了尿布更换台、热水供应、舒适的座椅，甚至还有婴儿车停放区。虽然小文还没有孩子，但作为一个计划不久后要孕育新生命的女性，她对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感到非常温暖。这在上海的地铁站里是很难见到的。小文说，即使有，也往往是简单设置，使用率不高。除了哺乳室，台北捷运的无障碍设施也让小文印象深刻。
每个捷运站都设有电梯和坡道，方便轮椅使用者和推婴儿车的家长。小文说，而且丽姐，你知道吗？台北捷运的厕所简直太干净了，每个厕所都有专人定时打扫，设施完善，还有残障人士专用厕所。小文特别提到，在台北捷运站的厕所里，他看到一位清洁阿姨正在认真地擦拭每一个洗手台和镜子。当他道谢时，那位阿姨居然回了一句不会啦，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做得舒服我就开心。这种对工作的热爱和责任感让小文感到非常敬佩。还有啊，丽姐，台北捷运的服务人员态度真的超级好。小文接着说，有一次我们迷路了，询问站务人员，他不仅耐心解答，还拿出地图帮我们规划路线，甚至主动送我们到正确的月台。这种服务态度真的让人感到温暖。我不禁想起了上海地铁的工作人员，虽然也很专业，但往往因为客流量大，工作压力大，服务态度上可能会显得有些冷漠和机械。丽姐，你猜怎么着？台北捷运的报站广播是用录制好的柔和女声，而且是双语播报，中文和英文都非常清晰。小文继续分享，而且每个站台和车厢内都有电子显示屏，清楚地显示下一站和换乘信息。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地游客来说，真的是太方便了。小文还告诉我，台北捷运的车站设计也很贴心，每个站点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中山站的艺术走廊、淡水线的历史文化展示等，让等车的时间也变得有趣起来。最让我惊讶的是，台北捷运的车站内几乎都有公共艺术品展示。小文说，有些站点就像一个小型艺术馆，展示着各种雕塑、绘画和装置艺术，让乘客在等车的同时也能欣赏艺术，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上海地铁近年来也在车站内增加了一些艺术元素和文化展示，但似乎还没有形成像台北捷运那样系统化的公共艺术空间。还有一点特别暖心的是，台北捷运的事务招领服务特别高效。小文接着说，有一天我在捷运上不小心落下了一本书，阿仁带我去事务招领处询问，工作人员立即帮我在系统中查询，没想到真的找回来了，而且他们保管得很好，连书签都没有移动过。小文告诉我，台北捷运的事务招领处不仅效率高，而且服务态度非常好。工作人员会详细记录每一件遗失物品的特征和识货地点，并妥善保管，直到失主前来认领。如果长时间无人认领，他们会按照规定处理，而不是像有些地方那样随意丢弃或被工作人员私自占有。丽姐，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棒，那就是台北捷运的卫生间里都设有专门的化妆镜和梳妆台。小文兴奋地说，对于女生来说，这真的太贴心了。我可以在赶时间的情况下快速补个妆再出门。我笑着说，这确实很体贴，考虑到了女性乘客的需求。不仅如此，台北捷运还有专门的女性专用车厢，在夜间运行时启用，为女性乘客提供更安全的乘车环境。小文补充道，这让我感到非常安心，尤其是在陌生的城市里。随着我们的交谈深入，小文还提到了台北捷运的另一个隐藏服务——爱心服务站。在每个主要捷运站都设有爱心服务站，小文解释道。这些服务站不仅为行动不便的乘客提供轮椅借用服务，还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临时急救和休息的场所。阿仁特意带小文参观了台北车站的爱心服务站，他看到服务人员正在帮助一位老奶奶操作自动售票机，那种耐心和关怀让小文非常感动。丽姐，你知道吗？台北捷运的工作人员都经过专业训练，能够为有特殊需求的乘客提供帮助，包括老人、孕妇、残障人士等。小文说，他们不仅会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还会全程陪伴，确保安全。我点头表示理解，这种全方位无微不至的服务确实体现了对乘客的尊重和关怀。还有啊，台北捷运的换乘系统设计得非常人性化。小文继续分享，换乘通道都有清晰的指示牌，而且距离相对较短，不像上海有些换乘站要走很长的距离。小文特别提到了台北捷运的转乘走廊概念，这些走廊不仅有明确的方向指引，还会播放轻柔的音乐，缓解乘客换乘时的疲劳和焦虑情绪。有一次我们从淡水线换乘到松山新店线，
小文回忆道，走廊里播放着舒缓的钢琴曲，两侧墙壁上还展示着台湾本地艺术家的作品，整个换乘过程竟然变得很享受。这一点确实与上海地铁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上海地铁网络庞大，覆盖范围广，但换乘站往往人流量大，通道长，给乘客带来不小的压力。台北捷运的另一个特点是准点率极高，小文补充道，几乎没有延误的情况，即使是小小的延误，站务人员也会立即通过广播系统告知乘客，并诚恳道歉。小文还告诉我，台北捷运的站内商店和便利设施也非常丰富，几乎每个主要站点都有便利店、咖啡店、面包店等，方便乘客购买日常用品和食物。丽姐，我特别喜欢捷运站里的那些小店，小文笑着说，尤其是那些贩卖台湾本地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的摊位，既解决了等车无聊的问题，又能体验台湾的本土文化。阿仁带小文逛了台北车站和忠孝复兴站的地下商城，那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从日常用品到精美礼品应有尽有，价格也很亲民。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商店的服务态度太好了，小文感叹道。店员会主动问候，耐心介绍商品，即使我最后没有购买，他们也会微笑道别，一点也不会给人压力。我能理解小文的感受。在大陆的一些商场，特别是旅游景点附近的商店，有时候服务人员会给顾客很大的购买压力，这确实会影响购物体验。丽姐，说实话，刚开始我对台湾捷运没抱太大期望，小文坦言，毕竟上海的地铁在规模和现代化程度上确实很出色，但是经过几天的体验，我发现台北捷运虽然在硬件上可能不如上海地铁那么前沿，但在服务理念和人文关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我点点头表示认同。确实，评价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不能只看硬件设施，更应该关注其服务质量和人文关怀。还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的，小文继续说，台北捷运的乘客几乎都不会在车厢内吃东西或喝饮料，这是明文规定的。虽然一开始我觉得有点不方便，但后来发现正是因为这个规定，车厢才能保持如此干净整洁。阿仁告诉小文，在台湾，乘客普遍会自觉遵守公共场所的规则，不仅是因为可能会受到罚款，更是出于对公共空间和他人的尊重。这种集体自律精神给小文留下了深刻印象。丽姐，你猜怎么着？台北捷运的每个站点附近都有自行车停放处，而且许多站点还有 U-Bike 租赁点。小文兴奋地说，这种无缝对接的交通方式太方便了，我们有一天就是坐捷运到郊区，然后租了 U-Bike 沿着河堤骑行，体验了一把台北的慢生活。我笑着说，这确实很环保也很健康，是城市绿色交通的典范。虽然上海也有类似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但与公共交通的结合度似乎没有台北那么高。随着我们的谈话继续，小文分享了更多关于台北捷运的隐藏服务。丽姐，台北捷运的安全措施非常完善。小文说，每个站台都设有紧急求助电话，车厢内也有紧急通讯装置，而且站内外都有监控摄像头，给乘客提供了非常安全的环境。小文特别提到，台北捷运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安全演习，包括火灾疏散、地震避险等，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有效地保护乘客安全。有一次我们在捷运站看到工作人员在进行应急演练，小文回忆道，他们的专业程度和认真态度让我印象深刻。阿仁告诉我，台湾因为地震多，所以特别注重这方面的训练。我点头表示理解，安全永远是公共交通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对了，丽姐，台北捷运的导览图也设计得非常人性化。小文继续分享，每个站点都有大型的区域导览图，标注了站点周边的主要景点、公共设施和街道名称。对于游客来说简直是太贴心了。小文告诉我，他和阿仁正是依靠这些导览图，自助游览了台北多个景点，包括故宫博物院、101大楼、西门町等，完全不需要依赖导游或租车。最让我感动的是，台北捷运有专门为行动不便人士设计的无障碍设施。小文感叹道，每个站点都有专用电梯、轮椅坡道，甚至站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也特别小，方便轮椅和婴儿车直接进出。
阿仁特意带小文观察了这些无障碍设施的使用情况。他看到一位轮椅使用者独自乘坐捷运，从进站到出站全程顺畅，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这让他感到非常敬佩。台湾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真的很到位，小文感慨道。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能理解小文的感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台北捷运在这方面的表现确实值得肯定。丽姐，你知道台北捷运还有一项特别暖心的服务吗？小文突然问道。什么服务啊？我好奇地追问。就是他们的遗失物归还服务和爱心寻人服务。小文解释道，不仅效率高，而且特别人性化。原来在台北捷运系统中，如果有乘客遗失物品或与同行人走散，可以立即向站务人员求助。捷运公司会迅速启动寻找机制，通过广播、监控查询等方式帮助乘客。有一天我们在车站看到一个小女孩走失了，小文回忆道。站务人员立即安抚小女孩的情绪，并通过广播系统寻找她的家人。不到10分钟，小女孩就与焦急寻找的妈妈团聚了。工作人员还贴心地送给小女孩一个捷运小徽章作为安慰。这个小插曲让小文看到了台北捷运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人文关怀，也让他对台湾社会的温暖有了更深的体会。丽姐，说实话，这几天的捷运体验让我有点被惊艳到了。小文坦言，虽然上海地铁在硬件设施上可能更先进，线路网络更庞大，但台北捷运在服务理念和人文关怀上确实有独到之处。我认同的点点头，每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相互借鉴才能共同进步。对了，丽姐，还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小文突然想起了什么，语气变得激动起来。什么事啊？这么激动，我被他的情绪感染，好奇地问道。就是关于台北捷运站内的那个爱心妈妈站。小文的声音有些哽咽。那件事真的让我当场就哭了。原来小文和阿仁在台北车站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名为爱心妈妈站的服务点，这是台北捷运专为有小孩的家庭设立的特殊服务区域，提供尿布更换、婴儿餐椅、热水供应等服务。当时我们就是好奇进去看看，小文回忆道。里面有一位年长的志工阿姨正在帮一位妈妈照顾婴儿，那种温馨的场景让我很感动。更让小文感动的是，当他向那位志工阿姨询问这项服务时，阿姨告诉他，孩子是社会的未来，照顾好每一个孩子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台湾社会一直有妈妈照顾妈妈的传统，我们这些当过妈妈的人都懂得带孩子的辛苦，所以自愿来这里帮忙，希望能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听到这句话，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小文哽咽着说，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自己和阿仁未来的孩子，想到在这样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环境中长大，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阿仁看到小文感动的样子，轻轻抱住了他，说，以后我们的孩子也会在这样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这个温馨的场景让我也不禁为之动容。这种跨越代际的关爱，正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一面。丽姐，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小文坚定地说，我决定未来要在台湾生孩子，让孩子在这样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环境中长大。我能理解小文的选择。对于即将为人父母的夫妻来说，孩子的成长环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那你的工作怎么办？我关心地问道。你在上海不是有很好的事业吗？我和阿仁商量过了，小文笑着说，我可以远程办公，必要时再飞回上海开会。反正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两地往返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欣慰地看着视频那头的小文，她的眼神中透露着幸福和坚定。这对于我这个红娘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成就感。丽姐，其实我之前一直有点担心自己能否适应台湾的生活。小文坦言，毕竟两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还是有差异的。但这几天的体验让我看到了台湾社会的温暖和包容，这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我微笑着点点头，文化差异确实存在，但爱与关怀是相通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两地的差异反而能成为你们婚姻生活的调味剂。说得太对了，小文笑道。阿仁也总是说，
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华文化，根本上是相通的，差异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听到这里，我不禁感叹道，这也正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啊！无论海峡两岸如何变化，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小文告诉我，除了捷运系统，台湾的其他方面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便利店的服务、夜市的美食、人们的礼貌等等。但最让他感动的还是处处可见的人情味。丽姐，我觉得台北捷运就像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小文感慨道。它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我认同的点点头，公共交通往往是一个城市最基础的公共服务，它的品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文关怀。对了，丽姐，我必须告诉你，台北捷运还有一个超暖心的细节。小文激动地说，就是他们的旅客服务中心。这里不仅可以咨询交通信息，还提供外语服务、轮椅租借、急救包等等，简直就是旅客的救命稻草。阿仁补充道，其实台北捷运最让我自豪的一点是，整个系统是为所有人设计的，而不仅仅是为了效率。小文点点头，接着说，有一天我们在捷运站遇到一位外国游客，他看起来很困惑，站在路线图前面不知所措。一位捷运站的工作人员主动上前，用流利的英语询问他需要什么帮助，然后耐心地为他讲解路线，甚至还拿出一张纸写下了他所需要的转乘站点和出口号码。这种主动服务的精神真的很难得。我笑着点点头，确实，这种细节往往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的服务水平和文明程度。还有就是台北捷运的环保理念，小文继续分享。整个捷运系统都在推广环保出行，站内设有垃圾分类回收箱，鼓励乘客进行垃圾分类。车站内的照明系统也采用节能灯具，扶梯在无人使用时会自动减速以节省能源。阿仁自豪地补充，台湾人对环保的意识确实很强，从小就被教育要爱护环境、节约资源。最让我惊讶的是，小文说，台北捷运的卫生间里居然没有抽水马桶的冲水按钮，而是自动感应式的，这样既卫生又节水。连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到了，真的太用心了。说到这里，小文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丽姐，我还想说的是，台北捷运的文化气息特别浓厚，每个站点都有自己的艺术主题，比如中山站的艺术廊道、淡水线上展示的历史文物等等。捷运站不仅是交通枢纽，更是一个个小型文化展览馆。阿仁笑着解释，这是台北捷运公司有意为之的，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公共艺术，让忙碌的都市人在日常通勤中也能接触到艺术，提升生活品质。还有音乐，小文突然想起，台北捷运站内会播放古典音乐或轻柔的钢琴曲，特别是在人流量大的换乘站和早晚高峰时段，这种音乐能有效缓解乘客的压力和焦虑情绪。我不禁感叹，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和对乘客心理需求的考虑确实很难得。丽姐，你猜台北人怎么称呼捷运？小文笑着问我。就叫捷运啊，不是吗？我有些疑惑。他们有时候会亲切地称捷运为小捷。小文笑道，就像对待一个老朋友一样，这种亲昵感让我觉得整个城市都很有人情味。阿仁补充道，在台北，捷运早已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融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人的社交活动、购物、娱乐都会围绕着捷运站展开。小文点头附和，确实如此。我们这几天基本都是靠捷运出行，几乎去了所有想去的地方，完全没有不便之处。而且每到一个新的站点，都能发现不同的风景和惊喜。最让我感动的还有一点，小文的语气变得更加温柔，就是台北捷运对老年人的照顾。每个站点都设有专门的老年人休息区，座椅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方便老年人起坐。而且站内电梯的按钮设计在轮椅使用者和儿童都能轻松触及的高度。我点点头，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城市，必定会关注到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特别是那些需要更多关爱的弱势群体。丽姐，说实话，这次台湾之行让我对城市温度有了新的认识。小文感慨道，之前我总觉得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更有活力，更现代化。
但现在我发现，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规模和繁华，更在于它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怀程度。阿仁笑着搂住小文的肩膀，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魅力，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体验和感受。说得太对了。小文笑着说，我已经爱上了台北这座城市，特别是它那充满人情味的捷运系统。听到这里，我不禁为这对跨海峡的爱情感到欣慰。文化差异确实存在，但爱与理解可以跨越一切隔阂。丽姐，谢谢你当初牵线我和阿仁。小文真诚地说，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永远不会遇见他，也不会有机会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我笑着摆摆手，缘分到了，我只是顺水推舟而已。看到你们幸福，我这个红娘也就满足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更多有情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就像台北捷运连接着台北的每一个角落一样，让爱的力量连接更多孤独的心灵。亲爱的读者们，如果你也有类似的跨文化爱情故事，或者对台北捷运有什么特别的体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下期见喽。